魏无羡这几日有点蔫蔫的。蓝忘机推开净室的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魏无羡躺在床上，双目无神对着屋顶的模样。自从回来参加了蓝家家宴，魏无羡相当于已经被蓝启人默认了蓝忘机的道侣身份。虽然以后要经常吃这种苦的让他怀疑人生的家宴，但是这种道侣身份的承认仍然让魏无羡雀跃不已。蓝湛，蓝老先生是不是已经接受我了呀？吃完家宴又啃完白菜的魏无羡满足不已，虽然眼皮重的要睁不开了，但是心里依然惦记着正牌道侣身份被肯定的事情。蓝忘机轻轻握住魏无羡在他腰上摸来摸去的手，嗯了一声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人家都是嘴上说着讨厌我，心里却是喜欢我的。你看你就是这样，那个时候绵绵应该也是这样，你叔父肯定也……魏无羡闭着眼乐呵呵地说着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。蓝忘机眉间抽了抽，闭了闭眼，咚的一声，一个翻身把魏无羡又压在身下。魏婴。这个时候魏无羡才反应过来，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蓝湛，你怎么又喝醋了？封你个姑苏醋王可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因为这个道侣身份，魏无羡的心情前几日一直都不错，每日见了蓝启人都笑眯眯的行礼，也不像以前那样远远看见就躲在蓝忘机身后了。虽然蓝启人仍然一看见魏无羡就有点上不来气，但见魏无羡也循规蹈矩，他揪不出什么错来。对魏无羡日日和蓝忘机出双入对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蓝忘机推开门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，敢这么明目张胆进净室的也只能是他了。魏无羡的眼睛终于回了点神，咻地坐起来，冲蓝忘机笑了笑，仿佛刚刚失魂落魄的不是他一般。蓝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来让哥哥我亲亲。蓝忘机对他这种程度的调戏已经习以为常，淡定地走向床榻，面不改色的被魏无羡一把搂住脖子胡亲乱啄一番，终于从狂亲轰炸中脱离出来。蓝忘机也已经被魏无羡推得躺靠在了床头，烛火在屋内跳动着燃烧，为二人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轮廓。魏无羡看着他如玉的安静面庞被晃了一瞬，解他衣服的手也停了下来。蓝忘机似是有些疑惑，他怎么突然停了下来，但也不开口询问，只安静地看着面前的俊俏人儿。魏无羡抬手摸了摸蓝忘机的白皙脸庞，果然滚烫，心想：蓝湛这个脸皮到底是太厚了，红晕不出来呢，还是太薄了？这衣服都还没脱，怎么就烫成这样了？魏无羡边想边摸，没有注意到蓝忘机越来越深沉的目光。二哥哥一天不见我了，想不想我？魏无羡凑到蓝忘机的唇边，与他的唇若即若离。蓝忘机想向前碰他的唇，却被魏无羡一把捧住了脸。不许动，先说想我不想，我可是想你想得紧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蓝忘机耳根已经爬上了粉色，我想你这样的话他也不是没说过类似的，但是当时是被表白太过激动，不自觉就重复了魏无羡的话。而两人互通心意后，蓝忘机本就话少，再加上面皮薄，不再好意思说这些情话。此时魏无羡看着他想亲自己又不好意思说实话的模样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让他只想一口吞了蓝忘机才好，不禁玩心大起。二哥哥说嘛，说了不仅可以亲，还可以更进一步，还是说原来二哥哥根本就不想我？说着说着，魏无羡突然扁了嘴，低垂着眼帘，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。蓝忘机心里何尝不想他呢？过去的多少年他不在身边，几乎就是日思夜想。如今魏无羡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，重生后可以说天天在一起，回到蓝家之后反而见的时间变短了。看心上人这副低落的模样，蓝忘机心中一颤。没有，魏无羡其实早已情动不已，听到这里也不再为难害羞的蓝忘机，一把扯开了蓝忘机的衣领，垂手吻上了他的锁骨。蓝忘机立刻抿紧了唇，睫毛颤了颤，不再说话，任魏无羡一路沿着他的锁骨、胸前、小腹吻了下去。蓝忘机的呼吸一点一点粗重起来，两只手重重地握住了魏无羡的肩膀。魏无羡吃痛，闷哼了一声，起身挣开蓝湛的手，笑道：二哥哥不仅臂力惊人，手上力气也大，而且腰力更是惊人啊！我看夷陵老祖再死就是死在床上喽。
蓝忘机一听，立刻沉了脸，又一把握住魏无羡的肩。别胡说！魏无羡听蓝忘机声音像是很严肃，立刻认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，让蓝忘机又想到了他身死的13年，于是马上做小伏低，低头认错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还要和我的二哥哥天天呢，怎么舍得死呢？说罢，伸手搔了搔蓝忘机的下颌，然后继续在蓝忘机下腹处埋头耕耘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翻云覆雨之后，魏无羡慵懒地趴在蓝忘机的身上，闭着眼摸蓝忘机的头发，绕在指尖又解开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蓝忘机沉默了一阵，轻轻开了口：怎么了？魏无羡指尖顿了一下，蓝忘机感觉趴在自己胸口的魏无羡嘴角似乎弯了一瞬，像是在苦笑。等了一阵，魏无羡缓缓回道：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善解人意？师姐的忌日要到了，师姐的忌日也就是不夜天那日，那也是我最对不起你的一次。蓝湛，我好想师姐，我想她炖的莲藕排骨汤，我想她的笑容，我想她穿嫁衣问我好看吗的样子。我怎么这么没用呢？我控制不住凶师，让金子轩死在失控的温宁手里，让他在凶师手中受伤，最后居然还为了就这样的我而死。蓝忘机静静地听着魏无羡的絮语不说话，只是一下一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，仿佛在安慰一个小小的受伤的动物。我怎么感觉我上一世没有对得起过任何人呢？说着说着，魏无羡的身体渐渐有一些颤抖，蓝忘机感觉到自己的胸口似乎被洒上了一些温热的液体。随着蓝忘机轻柔的抚摸，魏无羡慢慢安静下来，不动不说话了。蓝忘机扶着魏无羡坐起来，让他与自己面对面，将自己的额头抵上了魏无羡的额头，看着魏无羡的眼睛。魏婴，我很感谢你的师姐，她把你养得很好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你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。蓝忘机的声音仿佛有魔力，低沉的嗓音立刻让思想一片混乱的魏无羡安心下来。魏婴，我陪你回云梦祭拜他。额头触碰带来的温暖感觉让魏无羡不愿意分离，他的眼睛仍然有些红，睫毛上沾的泪珠将坠未坠，随着魏无羡的眨眼不断颤动。他看着蓝忘机柔情万千的琉璃色眼瞳，心中柔软的部分不断被搅动。深吸一口气，魏无羡闭上眼，找寻到蓝忘机的唇，唇瓣挨擦着说道：好，你陪我。3日后，天色微亮，夜中落在净室外的玉兰树的露珠还在花瓣上轻轻颤动，清风掠过树梢，一颗活泼的露珠被风吹着落入开着的窗，正正掉在魏无羡脸上。蓝湛。魏无羡动了动眼皮，翻了个身，胳膊像往常一样往床外侧搭过去，结果搭了一个空。